你的儿子王思聪也是一个网红，我也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在读研究生。当别人带着恶意来挑衅你，你会怎么应对？直到我看了王健林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那场对话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谈笑间化解困局。2017年，王健林受邀到政法大学做演讲，可他刚坐下，就遭到了时任校长黄进的尖锐提问。我知道你有个口号，叫做清华北大不如党大，但是我们法大也有个口号，就是天大地大不如法大。黄进搬出法学院的口号，试图以身份彰显权威，而王健林并未因此失去方寸，他以简洁有力的语言从容回应，轻巧化解了这场言辞上的试探。首先我讲，你们那个口号是钻了空子，是一个逻辑上的偷换概念。天大地大，他说是不如法，那个天地和法它不是有逻辑概念，你们其实是偷换概念了，是吧？说这个大那个大不如法大，当然法大，法律是法律的意思。实际上你那个法大不是你们现在的法律，那是指法律啊，那是指法治，对法治，不是指你们现在的法律，政法大学。对，所以说这个首先我纠正一下啊。王健林以清晰的逻辑和缜密的思维，直接指出了对方在表述中偷换概念的问题。黄校长见自己的策略被识破，只得用笑声掩饰尴尬，意识到正面难以占据上风，他随即调整了对话方向，转而提及双方的儿子，将话题焦点引向王思聪，试图借此扭转对话的态势。你的儿子王思聪也成长为一位青年企业家，也是一个网红。我听说啊，在网上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国民老公。我也有一个儿子，比思聪啊小4岁，现在在读研究生。我的儿子跟你的儿子最大的不同，他是在座的人谁都不知道他，不认识他。但思聪可能在座的都认识他，或者至少有很多同学想认识他。我就很好奇你在家里跟他怎么交流。文化人之间的言语往来常如高手过招，言辞讥讽暗藏，一句胜过10句。黄校长在对话中巧妙地将网红与研究生、国民老公与潜心向学的普通学子做对比，话里藏锋，表面看似称赞王思聪人气高，实则暗指其生活张扬，行事风流。同时他也不忘借此抬高自己儿子低调勤学、专注本分的形象，意在暗示后者在志向与品行上更显端正。一句还要向您请教，看似谦虚，实则暗含对王健林教育方式的质疑，颇有教子无方之讽。但王健林毕竟阅历深厚，应对从容，只寥寥数语便轻巧接住话锋，回应的滴水不漏，让黄校长一时语塞。他还真不是我培养的，他是他自己发展。他那个模式我也看不懂，搞电竞啊，搞什么这一类型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，我确实不懂。你要说怎么跟他相处呢，那就是平等相待，自己老老实实把位置放低。至于你的儿子和他差4岁，你想要让大家认识他，我可以介绍他跟你儿子认识，教你怎么样去当网红，教你儿子。王健林特别指出，王思聪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开创事业，甚至进入了连他都未必熟悉的高科技领域。这番话里既有对儿子独立奋斗的肯定，也流露出对其事业选择的认同。当话题转向王思聪作为网红的知名度时，王健林没有回避，反而巧妙地借力打力，大方表示可以让儿子分享成为网红的经验。这一回应既再次凸显了王思聪的个人能力，也体现了王健林作为企业家的开阔视野与格局。短短几句，不仅轻松化解了对方话语中的潜在锋芒，更展现出高超的对话智慧与沟通艺术。这样的应对方式的确值得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学习与思考。不知各位如何看待这次言语间的过招呢？